今天我们要开箱一个超级奇幻的意象，直接出现在撒迦利亚书第4章。先说好，这不是哈利波特的魔法场景，也不是晋级巨人外传，而是神亲自给先知灵异开示。好啦，不是恐怖片，是超励志大片。撒迦利亚正在放空，结果有位天使啪拍拍他，醒来醒来！哇，这一幕我觉得超像上课打瞌睡被老师点名，同学黑板抄起来，完全无处可逃。结果他一睁眼看见什么？一个纯金的灯台，上面7盏灯，还有7个管子连着灯。重点来了，旁边有2棵橄榄树，直接把油输送过来，灯火完全不会熄灭。哇，各位，这画面多强大！你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的手机永远不用充电，电量永远100%，苹果和三星直接破产。这就是撒迦利亚看到的版本，神的灯台永不断电。撒迦利亚一脸懵，心想：这什么？装置艺术吗？还是未来的新能源展示？天使直接说：你不知道啊，这是神给所罗巴伯的应许。谁是所罗巴伯？简单来讲，他是当时带领百姓重建圣殿的领袖。你要知道，当时耶路撒冷刚经过战乱，百姓四散，钱不多，人心又凉，重建圣殿根本就是一个超难任务。就好像今天要你带一群薪水3000、加班无限的上班族去造101大楼一样，听起来根本不可能。但是神给了关键一句话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各位观众，听到这句话有没有鸡皮疙瘩？这就像比赛的最后一刻，教练喊暂停，跟球员说：别慌，战术不是靠你的体力，而是靠我的策略。瞬间信心爆棚啊！来，我帮大家翻译到现代。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老板交给你一个看起来完全不可能的任务，什么？下礼拜要完成全年报告，或者明天就要交新企划。你心里默默 OS： 老板，你是想看我死吗？但是突然间你脑中灵光一闪，想到一个新的方式，结果3小时就完成，还被夸太优秀了，你自己都吓一跳。这时候你才知道，那不是你的才能爆发，而是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帮你。这就是撒迦利亚看到的橄榄树供应油，灯台不熄灭。换句话说，神的灵是源源不断的供应，让人面对不可能的任务变成必然的完成。撒迦利亚看着那2棵橄榄树，还有管子在输油，他忍不住问：天使啊，这是什么？天使笑笑：你不知道啊，这是2位受膏者站在全地之主旁边。哇哦，这里好像留下悬念彩蛋一样。谁是这2个受膏者？有人说是当时的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，代表政治领袖跟属灵领袖双管齐下。也有人说这是预表将来的基督，他是君王又是祭司。总之，这不是普通树，这是神的计划，在地上持续供应力量的象征。撒迦利亚书第4章告诉我们：一，眼前的不可能任务其实不需要靠你的肌肉或脑袋爆炸，而是靠圣灵。2，神的供应是橄榄直送，不中断，不缺货，比 Uber Eats 还快还准时。3，当你觉得自己只是小角色时，神说：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？意思是别小看现在的开始，因为我会成就大事。不是靠肌肉，不是靠脑袋，
而是靠神的灵，这才是真正的零失败工程保证。